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今天我們要來聊一個故事，一場發生在美國政府內部，由一場史詩級的災難所催生的寧靜革命。這聽起來可能有點遠，它其實跟你我未來會怎麼使用公共服務有非常直接的關係。故事的開頭要從這個數字說起，6，就只有6。這不是什麼幸運數字，而是當年美國政府花了天價預算打造的線上健保網站 Healthcare.gov。在它上線的第一天，整個美國，你沒聽錯，是整個美國成功註冊買到保險的總人數6個人。這場災難搞得有多尬？大到當時的美國總統奧巴馬本人都得親自出來公開承認說，這是我任內的一場大災難。不過這句話不只是單純的認錯而已，它反而成了一個轉捩點，意外地點燃了一場改革的火苗。好，這次的內容我會帶你走過4個階段。首先，我們先來深入拆解一下這場政府的驚天失敗案，問題的根源到底在哪裡？接着我們來看看 Citecom 那群科技高手是怎麼進場救援、提出解方的。再來，我們會探討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既然點子這麼好，為什麼推動起來會這麼困難？最後，我們把時間拉到現在，看看這場改革之戰的最新進度，以及它未來又會走向何方。好，我們直接切入第一個重點：這場驚人的政府失敗案。那個健保網站的崩潰，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只是一個技術面的 bug， 但你如果往下挖深一點，就會發現這根本不是 bug 的問題，它其實是一個潛伏了幾十年，整個結構都出了問題的大爆發。這一切都要從1990年代說起。當時美國的2大黨難得有共識地做了一個策略決定，他們認為政府的角色應該是去採購科技服務，而不是自己跳下來打造科技。當時大家想得很單純，覺得把案子外包給私人公司，一定會做得又快又好又便宜嘛。但就是這個決定，為未來幾十年的政府運作埋下了一顆巨大的未爆彈。結果呢？結果證明這是一個代價超級高昂的錯誤。這種只買不見的哲學，讓外包廠商完全掌握了資訊跟技術的主導權，政府這邊反而慢慢的失去了自己判斷甚至執行專案的能力。最終的結果就是政府花了大錢，卻常常拿到一些過時、超貴，而且根本不符合民眾真正需求的系統。我用個比喻，你可能馬上就懂了。傳統政府採購的那個模式叫做瀑布式開發，這就像是你想要定做一台車，於是你寫了一本厚達1000頁的說明書，巨細靡遺地寫下所有規格，然後把合約簽下去。接下來呢，就是等個3年，中間完全不能改。3年後車子交到你手上，是好是壞你都得收下。那矽谷來的敏捷式開發是怎麼做的？這就像是你每個禮拜都跟造車師傅泡在車艙裡，一邊打造一邊測試，不斷收集回饋，馬上調整。這種做法才能確保最後打造出來的是你真正需要也真正能開上路的那台車。你看，這2種思維根本上是完全不一樣的。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好，那問題來了，面對 Healthcare.gov 這個天大的爛攤子該怎麼辦？就在這一片廢墟當中，一個來自矽谷的解決方案就這樣誕生了。當時的奧巴馬政府火速成立了2個很特別的組織，一個叫做美國數位服務署 USDS， 另一個更有趣，叫做 18F。這個名字超酷的，它就只是他們辦公室的門牌號碼而已。這2個單位被外界稱為政府內部的極客小隊，他們的任務非常明確，而且帶有革命性。就是把矽谷最頂尖的科技人才，還有他們那套敏捷的工作方法，直接植入到僵化的政府體系裡面。那這群人到底是誰呀？他們很多都是來自像 Google、Amazon 這種科技巨頭的頂尖工程師、產品經理和設計師。對他們來說，每天的工作就是想辦法優化廣告點擊率，幫公司賺更多的錢。這種事做久了，其實會覺得有點空虛。他們更渴望的是能做一些真正對社會有幫助、能改變人們生活的事。
就是這股強烈的使命感，讓他們為役大幅減薪，也要跳進來為公眾服務。好，我先丟一個數字出來，你聽聽看，5億美元。這5億美金是什麼？這是一個18F 的小團隊，只花了短短3天，就透過優化採購流程，幫美國國防部省下來的合約成本。3天省下5億美金，光是這個案例就完美展現了這群人帶來的巨大影響力，跟傳統的做法完全不是同一個量級的。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如果這個方法這麼厲害，這麼有效，那照理說應該在整個政府體系中全面推廣才對啊，為什麼沒有？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看理想跟現實之間那道巨大的鴻溝。沒錯，這問題問得很好。如果這是一個這麼棒的點子，到底有誰會反對呢？這個問題的答案也揭示了這場改革真正的難度在哪裡。阻力主要來自2個方面，第一是來自外部的既得利益者。你想想，那些長期靠着舊的瀑布式採購模式從政府手上接案子賺大錢的承包商，他們當然不希望政府自己變強，建立自己的技術能力啊，因為這等於是斷了他們的財路嘛。第2個阻力則是黨派政治，這種改善公共服務的科技改革很容易被貼上某個特定黨派的標籤，結果就是另一派的政治人物常常為了反對而反對，不管這個點子本身是好是壞。除了外部的阻力，內部的挑戰也一樣很硬。很多進到政府的科技專家後來都有感而發地說過類似的話，你知道嗎？寫程式反而是整個工作裡面最簡單的部分，真正的挑戰是要在政府這個龐大又複雜的框架裡去搞定那些官僚流程，去說服各方人馬，還要確保所有事情都符合各種法律規範。所以這裡有一個很核心的困境，就是政治人物他們面臨一種功勞跟過失不對稱的壓力。你想，像 healthcare.gov 這種災難一發生，他們會被罵到臭頭，政治生涯可能都毀了。但反過來說，如果他們默默地改善了某個系統，讓服務變得更順暢，這種看不見的成功幾乎不會為他們帶來任何政治上的加分。換作你是政治人物，你會怎麼選？當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寧願不做不錯，也不願意冒着搞砸的風險去推動創新。好，我們來到最後一部分。雖然在聯邦政府層級，這股改革的力道後來有稍微減弱，但是這場戰役並沒有因此結束。公民科技的理念就像是蒲公英的種子一樣，正在用新的形式飄散到其他地方，準備落地生根。這就帶出一個很重要的點：過去10年所累積下來的這些寶貴人才，這些身經百戰的高手，他們並沒有消失，他們現在正從中央散布到美國各個州的地方政府去，在一個新的戰場上繼續推動着創新。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到全世界，會發現像愛沙尼亞、丹麥、英國都是數位治理的領先者。那在美國國內呢，像科羅拉多州、賓州還有紐澤西州這些地方，我們都看得到公民科技的原則被成功的應用。這就證明了這套方法不是行不通，它只是需要對的土壤和環境。那麼下一個戰場會在哪裡？目前來看，最大的一個科技挑戰已經浮現在地平線上了。沒錯，就是人工智慧 AI 在政府部門的應用。這既是一個巨大的機會，也同時潛藏着非常巨大的風險。像是澳洲和荷蘭就曾經有過很慘痛的教訓，他們用來審核社會福利的演算法，因為設計不良又缺乏足夠的監督，結果引發了系統性的大規模錯誤，導致成千上萬的無辜民眾被錯誤地懲罰，最後還演變成難以收拾的政治醜聞。這就帶出了我們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思考題：過去這10年，公民科技運動用無數的失敗和血淚換來的這些寶貴教訓，像是凡事都要先小規模試點，要不斷的測試，要永遠把使用者放在中心。這些經驗到底能不能幫助我們在面對 AI 這個規模更龐大、影響更深遠的新技術時，避免重蹈覆轍？這已經不只是一個技術問題了，它更是一個攸關未來政府治理品質的核心問題。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
我們從 healthcare.gov 的史實級失敗看到了政府長期以來在科技外包上的結構性問題。接着我們看到了由 18F 和 USDS 這些極客小隊所帶來的矽谷解方，他們的核心理念就是敏捷開發跟使用者中心。然而我們也看到，再好的理念都必須要面對既得利益者和黨派政治的現實阻力。最後我們發現，這股改革的力量並沒有消失，它反而在地方政府以及在 AI 這個全新的戰場上找到了新的生命力。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